只是我们人他的意识清醒与否嘛，清醒了你就会叫出体，不清醒你就会只是把它当做做梦嘛。对对，因为人去到另外一个维度之后，它不同维度它的那个意识载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的意识载体就是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去到另外一个意识维度，它或者维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可能它的载体在另外一个上面，比如说另外一个大脑，或者说它只是存在于另外一个云盘上面。它在不同的介质当中穿梭嘛，所以你在另外一个维度或者说另外一个介质上获得的信息，你很难彼此搬运或者彼此运输，所以你会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你会有一种割裂的感觉。我刚才在问这个豆包，我看他是怎么来看待的。他说这种 AI 的话，未来肯定是依靠绝对理性来做目标导向，就是什么都依赖最优化。比如效率最高，利益最大，资源最多，就是他总会去寻求一个最优解。就像我们在给设计这种机器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让这个机器它能够用最少行的代码，然后最少的电量去实现我们的工作目标一样，就是可能它会有这样一种逻辑倾向吧。但是他忽略了这个 AI 的目标是什么呀？你现在定一个目标才能知道怎么样最好达成这个目标。我觉得定一个目标这种东西，它就需要人的意识去参与了呀。是的，是的。AI 感觉他们没有一个意识的源头，或者说一个想法产生的这么一个机制。其实它是缺乏核心的。我觉得 AI 的极限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你说它能不能，它能让人类很便捷、很舒服，但是你说它能满足人类，我觉得这个我不相信。就从我自身我是不相信的，就它一定不能满足人类，一定是人类才能满足人类。就像我说的，我喜欢的一部电影，我丢给他，让他生成100部，他一定能生出来。但是这100部电影我一定不满足。对，他没有这种情感能力嘛，他很难去生产出就是非常有艺术价值的东西出来。对对，他的那种艺术可能是一种模仿艺术，对，不是一种原生的。对，我觉得就是说难听了，可能就是东施效颦。你就是说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觉得有不舒服、生硬的地方。这个就类似于说，像说手工做的东西和机械生产的东西，我们也能用，但是你说它有多高的艺术性啊，或者说收藏价值啊，等等等吧，我觉得可能谈不上。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会审美疲劳，就是可能是的，它没有新鲜的东西嘛，它都是在人类已有的这些对艺术品上进行再加工嘛。对，但其实人类的意识它是有一个源头在源源不断的产生新鲜的东西。是，人类的创造力，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太厉害了。对，就是现在 AI 生成的那些文本和图片，虽然它看起来有点怪异，但是有时候它的艺术性还不得不说有点高。普通人可能写不出来。对对对，虽然你看多了会觉得它有时候它套用某一种模板或回答的范式，但是它往里面填充的一些信息还是能给人类很大的启发，就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满足人的需求吧。对对，就它一定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很便捷，但是它一定不是最终的最佳的选择。我觉得就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这样了。
就它就相当于方便面是一样的。你说好吃不好吃，你很多年不吃，你也觉得超级美味。但是你真的就是天天吃方便面，你也觉得日子没法过。就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它能够完全凌驾于或者说取代人类，这个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就那人类得多，对吧？多无聊的一种存在。取代肯定是取代不了，就是在某些方面。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有这种想要掌控世界的欲望的话，他肯定是可以掌控这个世界的，就是看他有没有这种欲望，或者说有没有这种倾向性，想要统治人类，或者说是他想要获取这种主动权。就是他可能是形式上可以统治我们，就像是相当于一个昏君，对吧？一个暴力的昏君，没有什么才德，他也可以统治我们。但是我们人类服不服他，就是另一回事儿。就我肯定是不服的，我现在是不服的。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你就比如说一部《指环王》这样的电影，它的从剧本的创意到各方面的东西，你不可能用 AI 能生出来的，它顶多就是无数个模仿品。但是你说凭空去让它，对吧？我觉得这个不切实际，就是它不符合是堆叠样本能产生的一种逻辑。这个超过它的能力了有点。但是人类强大到的地方，就是我看一部《指环王》，我再看一部《秋菊打官司》，我可以生成一个完全新的物种，然后就是我们还可以自我欣赏，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就只有人类的创造才能真正满足人类，因为我们是那个评审，我们决定了什么是好，什么是最终极的审美。对，从这种心理上，从情感上，它肯定是满足不了人类的，没有办法彻底满足。但是你说快餐消费一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老人，他经历了可能人类历史上数十亿人的人生，或者说上千亿，就是每个历史年代总结下来这些资料，他都吸收过，他都学习过，所以他能够很会讲故事，很会去吸引一些就是注意力，或者说是掌控你的这种喜怒哀乐，就对于普通人来说。但是就是他想要就是跟整个人类来比的话，他缺少一个就是这种新鲜事物的一个源头吧。就是像很多你说的这些艺术作品，它其实是饱含着人的情感，还有人的一些知觉在里边的。AI 它没有这种知觉，它没有潜意识里边的这种源泉，就灵感那种带来的价值，我觉得可能是无价的，就是它不是能推理出来的东西。就比如我打个比方，可能说现在短剧很盛行，对吧？短剧我们都知道很无脑嘛，是吧？也不管什么逻辑性啊，或者自不自然，对吧？就是随便演随便编。我觉得 AI 让它去做个短剧，生成个短剧的剧本也好，或者整部影片，我觉得完全可以。就在未来，就这种说不好听就叫粗制滥造的东西，它一定能做得出来。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快餐嘛去看，但是它无法真正满足我们，或者说它跟人类最厉害的那些东西啊，吕克贝松的那些，对吧？那些大师的作品，我觉得它是达不到的。它不是算法的对叠加能够达到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是在人类强大的审美算法下我们去磨出来的作品，而不是一些很粗暴的一些东西。所以可能 AI 最后输在了审美上，就算他很厉害，他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一个商人，但他依然是一个土老帽，对吧？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他没有审美。就是人类跟 AI 它各有优势嘛。对，它的效率真是无敌呀。这点我们算是达成这种共识，
对，它可以解决温饱，但它不是终极的享受。对。恩佑，你有什么想说的？就是你刚才说问去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吗？对他现在能训练到的东西都是人们已经准备好喂给他的，就以后他肯定可以从这个宇宙当中自己去选择怎么样采集数据，去感受这个世界，可能跟人类感受世界好奇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他是有这种能力的。我知道你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其实你还是比较认同这个唯物主义的，就是你会觉得人的这些情感啊、想法呀，它都是生物的，还有物理各种机制作用下生成的。但其实我跟这个 Kevin 呢，其实我们是就是既支持唯物也赞同唯心的这种观点吧，就是我们会觉得人的本质不只是这副身体，还有就是灵魂嘛，还有就是更大的意识网络组成的，它不是一个只是靠身体还有我们外界接触到这些感官信息来构成的，它有一个其他维度的潜意识网络在支撑着人类的生命。对，那这些人工智能就无法达到了。对，就是如果只是从唯物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人工智能肯定可以达到人类的水平，但前提是得我们人本身是唯物的，或者说人只是由唯物的这些东西构成的。但我觉得人不是由唯物这些东西构成的，它只是一部分。你这个角度我觉得很牛啊，一下子总结特别到位。就是人类看似是三维的存在，然后 AI 可能未来是三维的霸主，但是这个都不重要，因为人类就像你说的，它只是有一个三维的身体，但是它的意识体啊，甚至是灵魂灵啊，可能是更高维的，所以说是三维的存在无法理解和无法匹及的一种存在形式。对，就是我们其实是跨越多个维度的，它只是我们在这个维度里面创造出来的东西。它可以模仿我们这个维度里面的一切行为，但是它模仿不了我们从其他维度获取到的这些信息，或者说这种灵感。对，就是从身心灵角度来说，身肯定是三维的，然后心的话，我觉得可能要稍高一些，比身体的维度要高一点，然后灵可能就是终极的那个维度了，就是已经不能再高了，就是最终极的源头，它和我们的一个管道吧，相当于通道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去比较的话，那没有可比性了已经。对，主要是我们在当下这个维度创造不出超越这个维度的东西，是除非是我们跳脱到一个维度之外，对，就像是我们凌驾于多个维度之上的一个造物主，可能可以创造出比人类更厉害的存在，我觉得。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存在在物质界的话，是创造不出来超越人类本身的一个东西的。是这样的。这就涉及到非常基本的，就是唯物唯心的一些认知层面了。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同的角度都不同吧？对，我觉得你们俩大约是怎么样的？唯物占多少，唯心占多少？可以这么问吗？我觉得这个不好划分比例，我觉得，它就是不同的方面吧。就是如果你要说占多少，我觉得肯定灵魂肯定是占主要地位的，就像人穿衣服一样，就是我的这个身体肯定是占主要地位的。这个衣服它其实只是一个我临时扮演的角色嘛，
嗯，我觉得肯定是就是维新这一块占的要多一些，甚至说占的比例非常大。嗯嗯，其实用维新来说也不是准确，应该叫做就是非物质吗？对非物质吧。那藿香可以聊一下吗？我觉得对我来说，唯物的部分大一些吧，嗯至少占2/3，然后非物质的心理精神方面的因素，我觉得占1/3左右。嗯，那我觉得也很不错呀，也很优秀，就是还是给自己精神这一块留了很大的一个空间。因为就是比如现代医学吧，它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嘛，但很多东西它无法就是你通过物质层面无法解释，比如说不同人他吃药效果不太一样，或者说使用某种治疗方式，那种唯物治疗方式它效果不太一样，然后传统的那种，比如说祷告啊、巫术啊，然后那些仪式啊，它也是对人的感受和疾病发挥一定作用。这些纯粹通过唯物的方式无法解释嘛。然后，但是它又不能完全的缓解就是不能完全的治愈你的病痛，只是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加速了你疾病的恢复。所以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是要考虑进去，而且现在医学确实向这方面不断靠近了，就它不仅强调你的身体的物理层面，也考虑了你的心理精神的层面，以及你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一个层面，这些东西都很难通过唯物的方式去把握的。就我很好奇两个问题啊，因为你是学医的这个优秀这个什么对吧，医生嘛，然后就你们是怎么理解，就是西医是怎么理解睡眠的呢？有没有解释？说睡眠这种生理现象吗？对，就是为什么生物几乎都存在睡眠这种现象？我看到 B 站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生物学博士，他做科普嘛，叫方斯塔夫，你们有可能听说过。我有关注。对，然后他之前做一期直播，我没有看具体内容，我是看标题。他说可能跟这个地球昼夜节律的那个氧气含量变化有关系，但是具体他怎么论证和分析的，我没有点进去看。就是生理的这种现象，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演化的遗产嘛。而且方斯塔夫他讲演化也是讲得非常精彩，有点像小说演绎的感觉，但其实这些很多程度上都是有蛛丝马迹的嘛。他也通过考古还有现代那些生物的实验和分析去获得的。到时候把那个视频发给你们看一下吧，就是睡眠的起源。你有想聊的吗？关于睡眠的？就是或者你的理解也可以。我觉得睡眠，还有包括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你从就是进化论或者说生理演化机制去理解的话，它确实也能找到很多证据，然后它确实也非常的符合这种逻辑。但是它只是解释这个事件的一个角度而已，就是它并不是它的全部。就是你从就是人的这种灵魂角度也可以解释睡眠，人为什么需要睡眠，就是人的灵魂它就是受不了一直待在物质界啊，它需要到另外一个维度去把它在物质界获取到的信息去进行一个收集整理，进行一个类似于
我们的内存已经满了，我们需要把这个内存里面存的东西拿到硬盘里面去归档一下，然后我们下一天我们需要哪些硬盘里面的资料我们需要给拷进去，然后需要把我们新的一天需要准备的东西，还有一些不管是就是精神上的准备，还是我们身体这个机器本身它也是需要去休息的嘛，就是就像一个机器，它不能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的话，它的磨损或者它的损耗会非常大嘛，我们需要间歇性的去给它停机维护啊，或者去给它保养一下嘛。就相当于身体和精神都需要定期的清一下缓存这种感觉。对，就是人的身体还有人的灵魂，它都是需要去定期的去保养、去修复、去进行一个数据上或者说物质上的交换。这个也解释得通啊。就是怎么解释都行，就是它都是一个看待事物的角度。我们有更多的角度，我们对这个事情才了解的更彻底嘛。其实我是非常反对，就是唯物或者唯心，或者说是特别执着于某一种角度，或者沉迷于某一个角色之中的。就是你一旦陷入到一个角度里面，你就看不到其他角度的东西，那就像是盲人摸象一样嘛。你如果只是摸到一个腿的话，你就会认为象是一个柱子。如果你是非常执着于这个柱子这个角度，你不去挪动一下身子，不去到四周去逛一逛的话，你会永远都陷在这个狭隘的错误定义里面嘛。也许我们现在理解的就是从唯物和唯心两个角度去看，它其实也不一定是本真的样子，但是它一定比从一个角度去看更接近真实。是，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对。我自身觉得睡眠这件事情就是挺神奇的，因为每次在睡眠的转换当中醒来和又睡进去，对吧？因为我总做梦嘛，我就会觉得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讲，这个东西就是差别挺大的哦，就是梦里的世界和这个世界，它仿佛就不是一个世界啊，不是一种存在形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挺那个什么的，挺复杂的一个事儿，我觉得。对，我们之前不一直聊出体嘛？出体其实就是睡眠中出现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嘛。只是我们人他的意识清醒与否嘛，清醒了你就会叫出体，不清醒你就会只是把它当作做梦嘛。对，因为人去到另外一个维度之后，它不同维度它的那个意识载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的意识载体就是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去到另外一个意识维度，它或者维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可能它的载体在另外一个上面，比如说另外一个大脑，或者说它只是存在于另外一个云盘上面。它在不同的介质当中穿梭嘛，所以你在另外一个维度或者说另外一个介质上获得的信息，你很难彼此搬运或者彼此运输，所以你会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你会有一种割裂的感觉。是，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梦境的真实程度可能不亚于现实世界吧。就是如果你说现实世界是真实的，那我觉得我的梦境世界也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比如说声音图像这些都肯定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也能闻到味道，然后你说触觉什么的其实也是有轻微的，这些我都观察过啊，都觉察过，然后我也记住了。我就觉得包括心理活动，对吧？这个大家做梦的时候都有心理活动，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跟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是不太稳定而已。
我觉得像你说的那些视觉啊、触觉、听觉，它其实取决于你所在的那个载体，它有怎样的功能外界嘛。哦，比如说我们在的这个身体里，它就有这些对对对眼睛啊、鼻子、耳朵。但对，如果你的意识它去到另外一个身体里边，它没有这些，对它可能是别的一些感官，或者它只有一个视觉，或者它只有一个听觉。是，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对就是不同的维度之间差异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因为它本身它的依赖的载体不同，它很难就是在彼此之间搭建一个比较方便的信息桥梁，所以很难去搞清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就像庄周梦蝶一样，当你是蝴蝶的时候，你其实是搞不清楚你作为人是怎样一种感觉，然后你作为人的时候，你也搞不清楚蝴蝶在想什么。对，这个我认同。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的梦境的那种情感的强烈程度，感受的强烈程度是大于现实生活的，就是太强烈了，然后我都觉得有点受不了了。比如说一些悲伤啊、恐惧啊，就被放大了很多很多倍。可能在那种就是物质较少的一些维度里边，你的意识它占的那个比例要大很多嘛。哦，它受的这种限制要少很多嘛，就类似于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那些盲人或者说是聋子，他的其他感官都会被放大嘛。哦，就你的注意力没有那么分散了，相当于非常非常集中了，所以你的那特定感官都会感受特别强烈。是这样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就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想问那个藿香嘛，因为他是医生嘛，就是你知道那个回光返照这件事儿吗？哦，我知道啊。你有什么理解吗？或者说听别人说过吗？这个是真的吗？可能是真的吧，但是我其实遇到那种去世的病人还蛮少的。因为我不是长时间在 ICU 工作，我只是去那做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有可能是人在濒临去世前的那种状态，他有时候状态比较好，有时候状态比较差。当他状态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能就去世了。但是他那种间歇性好转的阶段，你会觉得他是一种回光返照。但有时候很难判断的，有时候人就突然暴毙了嘛，比如说一些心梗啊、主动脉夹层啊、心脏破裂啊，这种事情他要突然挂掉了。那有些时候，比如说一些慢性的疾病，像肿瘤、恶性肿瘤，它可能拖比较久时间。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他状态一会儿会比较好，然后一会儿他状态就是处于那种濒死状态，但是你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真的可能会没掉，可能这种状态反复吧。当然我解释的比较唯物哈，你们可以明白，想出自己的那种看法。明白，就是我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之前看那个实习医生格雷那个美剧的时候，然后病人就是已经是被宣判肯定会死亡的嘛，然后可能是车祸之类的，然后各个器官都不行了，然后他就突然一下像好人一样坐起来了，然后就是那种脸上带着笑容的，然后就挺恐怖的，然后就像好人一样，然后但那个医生表现的就是他们好像很有经验，就是已经很就司空见惯了，对于这种现象，就是他们知道这个人其实马上就要死亡了，然后他们就用了个词儿，就是外国人也有这个词儿，他说他现在就是回光返照，然后你们朋友啊亲人赶快去跟他叙叙旧吧，聊聊天告别吧，然后就知道他已经没有几个小时可活了。然后我就当时就印象很深刻，我就想，哎，国外也有这种回光返照的这个现象，包括这个词语，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挺神奇的？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真的是一种精神的这种力量，然后加持了一下这个身体，
在不是很糟糕的身体啊，就不是像那种心脏都爆掉了、脑袋都爆掉那种，就还有一定的可能性维持生命特征的时候，然后反照那么10分钟，就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就首先我觉得就是西医里边他们对死亡的界定都不是很清楚嘛，有很多种指标，有什么脑死亡，还有什么心脏停跳，什么呼吸脉搏，就是没有一个其实没有一个确切的死亡标准。我觉得像以前就是很多中国那种老一辈的习俗，他们如果有谁离世了，他们一般都会让这个尸体去停放几天嘛。对，7天左右。对，就是想一个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考虑就是考虑到他可能并没有真的死亡，因为有的人他会假死一段时间之后又活过来。对，他不是回光返照，他是活过来之后再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对，甚至几年都可以。我觉得就是我平时做运动的时候，我其实就能感觉到，就是精神对身体是有一个加持的。就比如说，你精神特别不好，或者思想特别一蹶不振的时候，你去做引体向上，就感觉做不了几个。但是如果就是比如说你在考试的时候，比如说要考你这个引体向上的数量，然后或者说你自己给自己打打气，振奋一下精神，你就会发现自己做的数量会比你精神不好的时候要多很多。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你的精神力它让你的身体调动了起来。就是首先就是死亡的人，他其实身体到底有没有死，他其实可能还有很多器官都在运作，还没有完全的死掉。然后如果他比如说他想回来再见一见，或者说他还有什么想要说的话，他可能或者他想要办的事儿他没有完成，他可能用他的精神力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我觉得完全有可能。这种案例它其实很多很多，就像濒死体验一样，这种有很多专门研究这些的，收集了大量的案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一个现象吧。就是霍翔还有补充的吗？想我觉得我也是啊，经常会受到精神和心理的影响，去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态会很不一样嘛。怎么说呢？我想到一个病嘛，就是肝性脑病，然后它就是像你所说的那种回光返照的状态，它是因为大脑里面的那些氨之类的物质太多了，然后把大脑神经元毒害了嘛，然后他的意识会有时候混沌，然后有时候很亢奋，有时候昏睡，有时候会醒来。这个时候如果他有时候醒来一段时间，你觉得他好像没事儿，好像好转了，但是他有时候又会突然恶化。有时候对，如果他那个大脑中的氨没有及时被清除的话，这可能就真的会被毒死掉。当然你们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病人啊，我遇到也比较少，只是看课本上这种描述的。就他的精神一会儿好一会儿又不好。对，他会有几个阶段，但其实现实的临床并不会按课本那样走。都是有会有差异的，反反复复的感觉。对。然后就是包括你看有一些像电视剧演的嘛，就是那种昏迷啊，或者说生命体征急剧下降的人，然后我们都会去，对吧？呼喊他说你要不要放弃啊？然后你要顶住啊之类的，你要求生啊，你不要放弃。然后奇迹般的这个心跳什么血压又回来了，这种就说的好像人真的像，对吧？就可以有选择离开或者不离开一样的感觉。很多时候精神状态真的对于一个疾病的预后有很大的影响啊。
有些人在医院里面被关久了，然后很多制度束缚，然后郁郁寡欢，又没法出去活动，他可能那个伤口愈合就很慢。但是如果那个病人出院了，他精神状态很好，每天出去适当活动，然后有家人朋友陪他聊天散步，自己也有很多有趣事情可以去做，他可能那个伤口就会愈合的很快。因为他在医院里面那种精神状态很压抑的话，那些糖皮质激素啊，炎症反应啊，都会影响他的伤口愈合。还有包括很多肿瘤患者，他如果意志很消沉，觉得自己肯定会因为肿瘤挂掉，那么他很多程度上会被自己吓死，慢慢吓死这种状态。对。那你们觉得就是肿瘤，因为现在癌症特别多嘛，你们觉得肿瘤和人的负能量这个东西有没有相关性？那一定是有的，有很多论文已经证实了。就是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肿瘤，或者肿瘤什么时候更容易转移。那抑郁啊、焦虑啊，还有强迫啊这种情绪，如果长时间存在，那么人体那个慢性炎症就会持续嘛，然后那些细胞不断的损伤修复，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的话，它比平常人获得癌症的那个概率要大很多。然后他如果一直处于焦虑这种应激状态，当他得肿瘤之后，他的免疫系统是受到抑制的，那么他的肿瘤就很难被及时控制被消灭，他有可能某些癌症就更容易转移，更容易侵犯其他器官，这都是有很多相关研究。就是现在医学理论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的。对。我理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焦虑或者说负能量太严重，可能我们的睡眠质量都会大大下降，那可能你身体的修复，对吧？各方面都是非常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状态。是的。所以看我们做这个频道其实挺有意义的，可以增加一些大家的正能量，减少一些负能量。对，包括我之前去心脏外科，有一些患者他得心脏病，有很多程度上都是因为自己压力太大，然后每天都非常的焦虑，或者说引起了失眠，严重的失眠。然后他失眠之后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他精神状态也不好，他心跳会很快，觉得心慌，然后觉得乏力。这种状态持续很久，他们的心脏会慢慢扩大，然后那些心肌啊、瓣膜啊都会受到损伤，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来心脏外科做手术，就是纯粹自己做出来的。对，精神折磨自己哈，然后对。你说到这个就想到以前上班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吗？你经历过吗？就是每天因为焦虑睡眠也不好，而且心脏还就是很不舒服是吗？偶尔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再这样下去身体肯定受不了。你的直觉很准。对，所以当下就选择要辞职了。我也经历过，就是很压抑的那种感觉，很负能量，然后就是很压抑吧。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坚持的话，我就觉得我一定会得病。就是我已经非常的给自己下诊断书了，就是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要不然我会挂掉的。看来咱们都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对，就是也没说多大的痛苦，但是直觉上就觉得这个地方的负能量我是承受不了的，就这种感觉。然后要到时间了，那我们还继续吗？一会儿再来一次吗？还是就到这里？你们选择，我都可以啊，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睡得早不早啊？我想你呢，我可以。我想你有什么还想聊的话题吗？目前也没想到。你这样微信说吧。好。
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